村口耍猴戏，娘带我去看。突然，老猴双眼圆睁，手指向我，随后做出个抹脖子的动作。赵婆子脸色大变，这是点命猴，被他指上，3日必死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闻言，娘很生气，指着牵猴的老乞丐，破口大骂：你个龟孙，从哪里搞来的死猴子，还敢瞪我家娃娃，信不信我把他炖成猴头汤？这猴子看起来年纪很大，眉毛皆白，脸上满是皱纹，似是听懂了我娘的话，也不害怕，更没生气，反倒目光深邃，像人一般坐在石凳上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向我。又过会儿，他嘴角上扬，似乎是在挑衅的笑，只是这笑容实在诡异。我娘更加愤怒，捡起地上的石块就往猴子身上扔。老猴行动不灵活，更何况脖颈上还拴着粗铁链，不巧被我娘打中眼窝，殷殷鲜血直流下来，但他好像完全不觉得痛，只顾着遥遥看向我，接着又做了一次抹脖子的动作。这时老乞丐走过来，弯着腰连连道歉：嫂子，实在对不住，这老猴是我从后山坟头捡回来的，确实有点古怪。要我说，你不如先领小福子回娘家躲几天，3天后等避讳过去再回来。娘气得往他脸上狠啐一口浓痰：放你妈的大狗屁！随后拉着我便走。然而回去的路上并不太平，先是突降大雷，险些将我劈中，接着路边突然窜出一条7步蛇，朝我猛扑。关键时刻，娘迅速护在我身前，结果她被咬中，瞬间倒地，口吐白沫。我才5岁，搬不动娘，只好哭着跑回去喊爹帮忙。等再回来的时候，娘已经浑身乌青，手脚冰凉，死透了。此处在赵婆子家附近，她听到外头有哭声，赶紧过来瞧，见死的是我娘，他俩平时关系好，不免十分悲痛。赵婆子搂紧我，爱怜地摸摸我的头，安慰道：乖宝，哎，可怜的乖宝。随即他把看猴戏的来龙去脉跟我爹讲了一遍。我爹是个暴脾气，听过之后很生气，呵，什么点命猴，看我不把他变成短命猴。回家以后，爹草草安葬了我娘，立刻带着割猪草的镰刀去找老乞丐。老乞丐家住村子最西头，那边紧挨后山，杂草丛生，房屋更是破败，黄泥砌的围墙早已残缺漏风。刚进院，我爹就听见一阵叽叽喳喳的吵闹声，再往里头看，傻眼了，只见7、8只猴子正蹲在院里嬉笑打闹，不亦乐乎。三狗子，你给我出来！三狗子是老乞丐的小名，听说他从小也是有娘疼的，可惜他娘后来让他爹酒后给打死，后娘把他赶走，寒冬腊月不让进屋，所幸老乞丐便周游各地，四处乞讨。哎呦呦，大海哥，你咋来了咧？老乞丐正蹲在墙角吃井水蘸黄馍，端个碗，跛着脚往我爹跟前挪。爹环顾一圈院中的猴子，冷哼。赵婆子说：你养的猴，指着小福子脑袋说他3日内要死。真的？老乞丐心惊，眼珠子滴溜溜转2圈，斟酌半晌，慢慢答道：这个嘛，信则有，不信也没事儿。嘿嘿，见皮畜生的话哪能当真呢？猴群中有只老猴盘腿坐在石凳上，仿佛真能听懂人话，头微微扬起，正仔细听着。我爹脸上青筋暴起，猛地一甩镰刀，那刀尖竟直接插进房屋木梁，约莫3尺深。就在刚才，我媳妇英子死了，蛇本来冲小福子去，英子替他挡了一下，结果人立刻中毒没了。老乞丐脸色霎时发青，手也开始哆嗦。要按说
你还是带小福子出去躲。我爹扬手直接打断他，继续道：我他妈还真不信这个邪了。这样，你把那畜生交给我，别的我管不着，可那东西必须死。闻言，老乞丐明显有些犹豫。可大海跟英子两口子平时没少照应他。我娘心善，见老乞丐无儿无女，没有家人，过年做棉袄总给他带一件。人活一世，总归不能忘了报恩。他狠狠心，一咬牙，成，大海哥，猴你带走，任你处置。不过你一定要小心，我总感觉他邪性得很。还没等老乞丐说完，我爹便拎着镰刀走进猴群。他瞄准了中央石柱上被铁链拴住的成年壮猴，随后手起刀落，那猴头便咕噜噜滚到地上，洒了满地腥臭的黑血。猴群瞬间受惊，大叫着四散奔逃。我爹脸上全是血，胡乱抹一把，随即仰天大笑：哈哈哈，小畜生，看你在如何搞事。三狗子，听说这猴脑大补，我拎回去炖汤喝。不知为何，老乞丐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事情实在怪异，哪有这么容易就解决的？但见我爹杀红了眼，他也不敢多说，低着头连声答应：没问题，你拿回去吧。天色渐暗，我爹拎着猴头迈大步就往家赶，沿途黑血淅淅沥沥洒了一路。他却不知道，身后一只白眉毛老猴正表情阴狠地跟着。方才他看情况不对，自己悄悄用木棍撬锁解开了那铁链，又怕被发现，便把另外一只年轻猴子套进去，做了替死鬼。第二天，爹疯了，他双眼猩红，四肢着地，将院里的鸡全都活活咬死，随后又要扑上来咬我。爷爷见势不妙，挥动钉耙把我爹架在墙上，他疯狂挣扎，口中不断吱喳乱叫，就像一只饿急眼了的猴子。这时远处后山传来尖锐的鸣啸，我爹仿佛听到某种召唤，瞬间挣脱开钉耙，四肢爬得飞快，直朝后山而去。正赶上赵婆婆过来送饭，娘刚死，她怕我们在家没人做饭。见到我爹失心疯的样子，她吓坏了，捂着胸脯，心惊道：二叔，大海这是咋了？我爷一根接一根的抽旱烟，手指向院子正中央一口大锅，里面正咕嘟嘟冒着热气，不断翻腾着白色的胶质物，香气扑鼻。锅旁猴子脸已被削去半边，脑壳里头空空如也，眼眶处空荡荡的，十分瘆人。他满脸愁云道：昨个儿大海回来的晚，不知道从哪弄来个猴脑，要我说这猴脑汤里头有古怪。说完，见我看着大锅直咽口水，他特意叮嘱我千万不能喝汤。我似懂非懂的点头。赵婆子让我去外头自己玩，她把我也拉到屋里，低声道：二叔，那点命猴的话你得重视，如今英子跟大海都这样了，小福子就是你家的命根儿，不如送去俺家躲几天。小心些，总归没错。我爷皱眉思索片刻，终于点头。他岁数大，眼睛几乎坏了，算半个瞎子，万一遇到啥事只会拖后腿。他心一横，朝我喊道：小福子，去三婆婆家玩2天，她家有拨浪鼓，还有奶糖。我答应，听说有糖吃，心里还挺高兴。随后便被赵婆子紧牵着往外走。她排行老三，论资排辈，我喊她三婆婆。走出1里地，抬头的瞬间，我猛然发现三婆婆的脸突然变形，上头露出2撮雪白眉毛，就棉袄袖口处又窜出褐色长毛，那压根不是三婆子，是点命猴啊！我吓得大叫，又迅速蹲下，捡起地上的沙土，就往点命猴眼睛上扬撒。由于我俩离得近，沙子几乎全数落进他眼里，他痛得发出哀嚎。
我趁机往回狂奔，这东西四肢并用，跑得极快，我根本不是对手。正急着，突然，真正的三婆婆从自家院里探出头来，她给我打开半扇院门，焦急地朝我喊：“小福子，快进来躲躲！”没时间多想，我立马溜进三婆婆家。当我刚进去，外头巨大的砸门声便骤然响起。这东西力气极大，木头门板眼看着要被敲裂了。三婆婆口中念念有词，随后她咬破我的手腕，将血滴到碗里，待血水混合，她用手指在黄纸上画下一个我看不懂的符咒，贴在了院门上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符纸发出耀眼的金光，与此同时，外头的砸门声瞬间消失。不怕哦，怪宝，真怪。三婆婆担心我害怕，一直搂着我，让我很有安全感。以前就听爹娘提起过，三婆婆有点阴阳本事，说是前几年她儿子一家人上山玩，结果遇到泥石流，她家那口子进山去找，结果全被冲走。打那以后，三婆婆就开了阴阳眼，能看到俺们普通人看不见的东西，还会些基本的阵法。村里红事白事算日子都会问问她。见外头终于平静，三婆婆拉着我进屋上炕。天逐渐黑下去，她跟我说，这是点命猴指我的第二天，今晚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会过来找我，叫我不论看到什么都不能出声，更不可以跟着出屋。俺晓得了。我一边吃奶糖一边打瞌睡的答应，没多久便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半夜外头好像有很多声响，有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风声很大，仿佛女人的呜咽。隔壁院子里的狗突然大声叫唤，过一会儿又戛然而止。咚咚咚，我听见了敲窗户的声音。小福子在家吗？是娘，娘回来找我了。我起身就要喊娘，却被身旁的三婆婆一把按住，紧紧捂上嘴。我知道你就在屋里头呢。西西，娘想你了，出来见见娘好不好？月光下，娘惨白的脸紧贴着玻璃窗。我清楚记得，娘是昨天被毒蛇咬死的，当时她的脸色就是这般，白中泛青，嘴角带血。瞬间我明白过来，娘并不是来接我的，她并非活人，而是个鬼魂。我不能跟她走。可是我真的好想娘呀。望着一窗之隔，娘熟悉的眉眼，她一如既往地对我温柔笑着，喊我小名。我的泪水不停地往外涌，死咬嘴唇，竭力压抑着声音。娘仿佛看见我哭了，突然她表情僵住，神思也瞬间恢复清醒，大颗泪水从她眼中滚落下来。小福子，娘的心肝宝，不哭啊！以后乖乖听你爷的话，好好吃饭，用功读书。娘不能看着你长大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她越说越难过，最后发出尖锐的哭嚎，随后化作一缕青烟，消失在窗外。我哭着哭着睡着了。第二天，三婆婆夸我昨个表现得好，说有奖励。等着，俺给你拿饼干去。她拿出一个花花绿绿的大罐子，里面不少没见过的饼干。吃完零嘴，三婆婆闻到我身上有点臭臭的，又带我去洗澡。后来还给我换了身喜庆的新衣服，就是这衣服有点小了，袖口发紧，才到胳膊腕。我照着镜子，把玩新衣服上花花绿绿的带子，而三婆婆耐心又慈爱地给我剪头发。三婆婆，你咋把俺头发收起来了咧？透过镜子，我看见她把头发都攒起来，放进一块红布里，放在火上烤。孩儿发，镇魂煞，能保佑你长命百岁呢。说完，三婆婆又在我脸蛋上猛亲一口。她凝视我许久，慢慢的眼中含泪，捧着我的脸颊恳切道：乖宝，能不能喊我一声奶奶？我突然有些害怕。不对，事情不对劲。我有奶奶，
虽然奶奶很早就去世了，可三婆婆并不是我奶。我从板凳上跳下去，一把推开三婆婆，一边朝外边跑，一边哭着大喊：我不在这待了，我害怕，要回家。可显然已经晚了，这院门仿佛铜墙铁壁，每当我去触碰它，上头的黄符便会发出金光，将我震开。身后传来三婆婆冷冰冰的声音：能替我小孙子换命，是你的福气。随即一张大红布兜头落下，瘦小的我整个人都被红布盖住，慢慢的失去了知觉。再睁眼，我是被剧烈的腐臭味熏醒的。转头，一个骷髅脑袋正悠悠看向我。乖宝，你醒了。外头，三婆婆俯身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：放我出去，我要找我爷。环顾四周，我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透明的棺材里，躺在我身边的是具小孩尸体，他应该死了挺久的，肉几乎没有，只剩零散的白骨。只不过这骨头也并不完整，零零碎碎的，勉强拼出个幼小的人形。再往外看，屋子里黑漆漆的，屋顶和墙壁都是泥土，此处极可能是三婆婆家的地窖。逐渐我恢复了力气，开始用力拍打透明玻璃。喂，喂，救命！有没有人？救救我！有人能听见吗？三婆婆笑得瘆人，紧贴着棺材，露出上下两排牙花子。傻小子，叫神仙也没用。哼，你跟俺家小桂子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凭啥他没了，你还好好活着？不过也万幸，留着你这条贱命，正好换给俺家乖宝。他头发凌乱，双眼通红，十分激动。等换完命，你也就死了。反正你被点命猴指过，活不过3日。你爷爷没啥办法，只能认命。嘿嘿，对了，你爷爷跟俺家那口子同样生日，改天把你爷爷换掉。见到三婆婆癫狂的样子，串联起我身旁的小孩尸骨，我突然福至心灵，明白了一切。当年三婆婆的孙子跟他爹娘进山玩，不幸全家和老伴被山洪冲走。从那以后，他就疯疯癫癫的，又说自己开了阴阳眼，会些邪门法术，想必是他想尽各种法子来复活逝去的亲人。这老太太不知从哪捡来破碎不全的孙子尸骨，想要用我的命去复活他孙子。知道他的用意，就都好办了。我捡起身旁的骷髅头，做出要砸碎的动作，满脸天真对三婆婆道：如果砸坏，还能复活了吗？砸成粉呢？小桂子还能有完整的脸吗？你住手！没想到我竟有这一招。他急得在外头大叫。我冷冷说道：放我出去，不然我就把你孙子彻底弄成粉，然后再吃了，看你还咋换命。就在方才，我突然意识到以后的人生再也没了依靠。爹娘刚死，我年纪小，前几天感触并不深，可经历这一劫，我瞬间悲从中来。再也没人会无条件保护我、爱护我、陪伴我长大了。今后我的生命中只有爷爷。这个坏老太婆竟然还想拿爷爷去换命，就算是死，也不能让她得逞。三婆婆见我在玻璃棺材内态度坚决，犹豫片刻，假笑道：小夫子，别冲动啊，成，这就给你放出来，俺兜里还有奶糖，全都给你吃。虚伪的老脸下憋着更多坏水。我点点头，静等他开棺。就在棺盖掀开的一瞬间，立马往外溜。一切都很顺利，我个头小，身子骨软，哧溜2下便跳到地上，随后立即去摸索地窖的大门。外头挺黑，只有三婆子手中有盏昏暗的油灯。我左摸右找，可四围滑溜溜的，什么缝都没有。就在我疑惑时，后脑勺突然重重挨了一棍。死崽子，看你还往哪跑！
剧痛袭来，我两眼一黑，跪倒下去。闭眼前，仿佛再次看见了点命猴。他从黑暗中跳出来，眸色复杂，神情难辨。再醒来，我正躺在自己家，炕被烧得暖烘烘的。我正躺在娘给做的小花被里，周围都是熟悉的爹娘身上的味道。真希望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，一切都是场噩梦。我满怀期待地打开里屋门，却见我爷和一只老猴子围坐在炉子周围，低声说话。这老猴白眉白须，满脸褶皱，我认得正是点命猴。你干嘛？害了我爹娘还不够，又来找我爷！我怒气冲冲地上前，拿起旁边烧得正旺的炉钩子，就往点命猴身上招呼。然而他只轻轻抬了抬手指，炉钩子便啪嗒掉到地上。接着这猴子看都没看我，反倒低头在炉子上拿了块热腾腾的烤红薯，撅着皱巴巴的上唇，边吹边吃。果真是老猴成精，人模人样。小福子，有点礼貌，叫猴爷。我爷闷头抽烟，朝我斥道。我很不服气，大声反驳：他是猴子，咋还变成我爷了呢？点命猴笑笑，脸上皱纹斑驳，又双手抱拳，朝我爷和我深深拜了2拜。随后他竟然开口，说的是人话，嗓音沙哑，宛如耄耋老人。你家儿子媳妇的事，实在对不住，节哀顺变。小福子这孩子原本命数已到，我们指命的也只是提前点破，并无害人之意。可他娘替他殒命，按理说这劫数已经替他渡过去，小福子没有性命之忧，所以我怀疑有人要害他。这话说的没错。我上前一步，立马把三婆子的阴谋诡计跟我爷和老侯说了。闻言，我也大惊，点头道：没错，小福子跟小贵子同年同月同日生。当年英子生娃时，三婆子还跟俺们抢产婆哩，而点命猴却是表情大变。不对劲，普通妇人怎懂如此邪法？定是背后有极其厉害的高人相助。老爷，会换命之术的高人，恐怕俺也斗不过呀。就在此时，我家院外头突然一阵吵闹。就是这儿，俺亲眼看见，没有错。三婶子，你说啥？猴子变成的妖怪，可当真？是呢，那老猴满嘴是血，看样子刚吃完人，把小福子爹娘都给害了，还要继续害小福子跟他也。砰！轰隆！我家院门被蛮力踹开，三婆子第一个冲进来，掐着腰，满脸坏笑，指向屋内。大师，他们就在里头，拿下！快把妖怪拿下！这时我也走到院里。干啥？闹腾坏了！什么妖怪不妖怪的？三婆子可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还带上了村长跟村里其他几个庄稼汉，个个手里拿着锄头，看样子是来打架的。他上前一步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大海爹，俺刚才看见有个老妖怪溜进了你家院门，你让大家进去搜搜，把这怪物找出来打死。我也拄着拐，静静站在屋门口没动。三婆子，兴许是你老花眼看差了吧？今儿俺家远房兄弟过来串门，没啥妖怪。村长见我也如此淡定，也拿不定主意，质问三婆子：大海爹这不是好好的？要我看你就在家闲得慌，疑神疑鬼。见村长要招呼大伙回去，三婆子急忙朝村长道：老头子肯定是被妖怪骗了，莫信。呵，俺咋没听说还有兄弟咧？出来让俺们瞧瞧。这我也答不上来，额头开始冒细汗。就在三婆子拽着我爷的衣领要扯开他往里头硬闯的时候，屋内门开了，一个身躯佝偻，双手插袖的老头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哟呵，咋都在外头站着呢？多冷，进屋说话。老人嗓音沙哑，像个破锣。众人仔细打量，这老头跟我爷长得7、8分像，就是
后背弯得很，四肢更细长，脸嘛略显苍老几分。村长觉得挺不好意思，人家家里来个外村的客人，他不仅没以礼相待，还把大海家院门给踹坏了。扭头怒斥三婆子：“有病就回家吃点药，大家都种地忙着呢，谁有闲工夫陪你瞎闹？”又对我也和老头陪笑道：“一场误会，那啥，俺们不多待，这就走。”我躲在老头背后，朝三婆子吐舌头。坏老太没安好心，可三婆子却急了，她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直觉告诉她，其中定有古怪。村长，不能走啊！对了，我听说点命猴能化人形，这老头肯定是他变的。村长被他吵得头疼。那你到底想咋办？他再怎么变化，手上都有厚厚的猴毛。大哥，你咋把手插进袖子里了呢？不如让大伙看看你袖子里的手到底有没有毛。闻言，我也上前一步。俺哥手有冻疮，不能见风，咋好给你看？三婆子冷笑：“怕不是你们心里有鬼吧？反正今儿若是不给看，就说明他是点命猴变的。”我很紧张，躲在化成人形的点命猴身后，止不住的发抖。不料老猴悠悠看了三婆子几眼，随后将双手从袖口伸出来，高高举起给大家观看。他的手臂很长，肘关节甚至高过头顶，可伸向天空的确实是两只肉色人手，没有猴毛，只是遍布皱纹，手心结满老茧。我爷用拐杖敲打地面：“死老婆子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滚出去，烦人的很！”听到我方才告状，三婆子要害我性命，我爷对他再也没有了先前的热络。咋会这样？咋跟师傅说的不一样？三婆子震惊当场，开始语无伦次。村长没说话，领着其他村民扭头就走。又过一会，就在三婆子也没辙，打算离开的时候，突然走进来一位白袍道长。这老道一看就法力高强，威压逼人，眉眼清冷。只见他脚踏七星不刚，指尖上下翻转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前经要挥，坤煞福行，毛羽鳞裂，还如本真，急急如律令。少请双眼圆睁，大喝点命猴，酒气破明，原形速称。”瞬间，站在我身前的老猴发出刺耳惊叫，全身仿佛被鞭炮炸开，噼里啪啦，肉焦香混合着血腥味。炸了约半分钟，老猴不停呻吟大叫，最终脸变换成猴头模样，后面长出毛茸茸的尾巴，身上衣服早就被炸碎，显露出血肉模糊的猴身。致命猴趴在地上，呼吸粗重，显然受伤不轻。他震惊地仰头看向道士：“道长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为何做到如此地步？”老道士眉头紧皱，似是不屑于瞧他。“呵，孽畜，人妖殊途，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？你也配？”致命猴吐出一口鲜血，认真道：“您大概是误会了，俺不是妖怪。点命，点的是命中注定的结束。除了自保，俺从未主动害人性命。”多嘴！老道士浮尘上扬，点命猴瞬间没了气息，一颗灵珠从他身上飘出，转眼便进了老道士的乾坤袋里。我瘫坐在地，吓得连哭都忘了。师傅英明神武，您既然已经拿到仙丹，那您看能否把这小儿给俺？方才就是这畜生坏了俺的好事。三婆子跪地磕头，向道士要人。道士轻轻点头，随后翩然离去。我爷毅然决然地挡在我身前：“谁想要带走小福子，就先弄死我！”三婆子毫无人性，一闷棍打在我爷后脑勺上，我也直接摔倒在地，晕了过去。乖宝，奶奶来接你了。记忆的最后是他瘆人的笑容。他用一块手帕将我迷晕，而后带走了。天色变暗，又陷入浓黑。
我爷终于醒了，他头疼得厉害，摸向后脑勺，发现满手的血。小福子，我的小福子呢？又猛然想起我，开始喊我的名字，可惜无人回应。不一会儿，他仿佛听见不远处那个猴子身畔尚存几丝微弱气息。我爷用尽力气挪到老猴边上，只听他气若游丝，看样子撑不过今晚。老爷，我活不成了。他嘴角滴滴答答的淌血，全身溃烂，散发腥臭。我爷压根没心思听他说啥，他自己受伤也很严重，压根站不起来。70多岁的老头急得直哭。哎呦，小福子被抓走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就算是下地府，我都没脸见儿子媳妇。指命猴竭力抬手，轻拍我爷的肩膀。老爷，您别急，我倒有个办法。说完，他目光骤然变得阴狠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替我报仇。成，俺答应你。我也忙说道。就孙子要紧，付出多大代价他都愿意。您砍下我的脑袋，然后挖出猴脑，炖汤喝下。啥？那可不行，就剩这一个办法。喝完您会发现自己拥有了神力，就赶紧去救小福子。我也并不信他的话。呵，子时一过，换命成功，小贵子复活，小福子彻底死亡，您自己看着办。说完，老猴猛咳数口鲜血，随后两眼一翻，彻底停止了呼吸。半个时辰后，我爷在院里架起一口大锅，蹒跚着步子取来食材熬汤。接近子时，他终于将汤喝完。随即我爷的皮肤爆裂，内里疯长出无数绒毛，脸上、头上、后背上全都被鬃毛覆盖。我也只觉腚沟发痛，再一回头，发现自己竟生出了长长的尾巴。此刻四处游荡要饭的老乞丐正好忙活完回去，途经我家院外，见里面还亮着灯，传来炖汤的香味。老乞丐在外面顺嘴吆喝一声：大海爹，还没睡呢。院墙低矮，能看到老乞丐花白的脑袋尖。然而在我也眼里，老乞丐头顶赫然写着一个大字族。这个字的意思是，我爷跌跌撞撞地冲进屋照镜子，他发现自己变成了点命猴。与此同时，我爷也感觉原本迟缓笨拙的身体变得轻盈无比，精力充沛。他立马跑出去叫住走远的老乞丐。老乞丐见到他的模样，吓了一大跳。点命猴。我也开口，嗓音依旧是原来的样子。三狗子，俺是广胜，大海他爹。啊，大海他爹。老乞丐肩上的包袱掉在地上。如今你头顶上有个字族，你明白俺说的啥意思不？老乞丐浑身直打哆嗦，语带哭腔。俺要死了，好像是这么个理儿。那你咋会变成点命猴嘞？我爷揉了揉脸，全是毛，无奈叹息道：俺也不知道。小福子被三婆子掳走了，俺要去救他，你去不去？三婆子的师傅是个厉害道士，也许你可以问问他能不能救你的命。老乞丐早已被吓得六神无主，谁不怕死？成，俺跟你一块去，还能有个照应。我也点头，拎起老乞丐的衣领，足尖点地，转瞬间便腾空而起，不到1分钟就直接到了三婆子家。他们俩是从天上降落进来的。3更半夜，声响不大，尚无人发觉，只听主屋内传来嬉笑的动静，伴随男女哼哧的声音。我爷和老乞丐对视半秒，猴脸跟人脸一起变红，真不害臊。没想到三婆子大把年纪了，玩得倒挺花。二人避开主屋，四处寻找小福子。奇怪，厢房里空无一物。地窖，兴许在地窖里。老乞丐低声提醒。我爷会意，一掌震开地窖的木门，瞬间尸骨腐臭之气扑面而来。
咳咳。老乞丐被呛得大声咳嗽。然而主屋二人被声音惊动，瞬间起身。什么人？紧跟着一道黄符朝他俩扑面而来。我爷对老乞丐低声道：“我挡住他们，你去救小夫子。”称。老乞丐用袖子捂住口鼻，飞快朝地窖内窜。他虽年纪大了，可手脚功夫不差。要饭吗？走南闯北，身形不够麻利，岂不是要天天挨揍？他下去将被捆在棺材里的我救出来，随后又往地窖里扔下一根火把，把里面一切烧个干净。这是我爷教他的。小桂子尸骨没了，再也没法子换命，才能让三婆子彻底死心。啊啊！乖宝，我的乖宝！匆匆赶来的三婆子衣服都没穿上，蹲坐在地，面对地窖内的熊熊大火，连声哀嚎。另一头，我爷根本不是道士的对手，最初还能抵挡几招，道士刚从床榻上下来，还处在懵逼状态。如今他已经认出来人，招招致命，把我也打得吐血不止。呵，妖孽还没死。也罢，那就再送你上路一次。我也强撑着身子，怒斥道：“畜生道长，满口的正义，却跟徒弟一起害人性命，你算什么正人君子？”道长脸上闪过狠戾，点评我：“你也配？”双手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再抬手，竟是引下天雷滚滚，势必要将点命猴炸个灰飞烟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老乞丐飞扑上前，压在我也身上。你们一家都是好人，对俺多有照顾。要说大海和英子的死，俺也多少有点责任。这回换俺报答你们。转瞬之间，天雷降下，将老乞丐劈成了一具彻底乌黑的焦尸。三狗，三狗子！我也惊慌地喊老乞丐名字，可惜已经再也没有回应了。而对面老道长也哇地吐出一口黑血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三婆子顾不上哭，衣不蔽体地爬到道士身前，关切询问。滚开！他拂尘一扬，竟是将三婆子高高抛起，甩飞了出去。我爷抱着老乞丐，将我护在身后，冷眼看向狼狈的老道长。法力再高强，那又如何？你伤及了无辜之人的性命，便会遭到反噬。此刻道长一尘不染的白袍已经沾满血污，领口处还有女人的口汁，头发散乱，原本正气凛然的气质也化作颓废与奸恶。老道士仰天狂笑，牙缝中满是鲜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即便如此，我依然是人。而你呢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人不像人，猴不像猴，三界轮回压根没有你的去处。我爷将我搂在怀里，抚摸我的头发。虽然他长着猴脸，全身都是毛，可我就是知道他是我爷，不是坏人，更不会伤害我。俺只知道，俺是小福子的爷爷，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俺家小娃娃。我爷抱起我，临走前朝被甩在墙根的三婆子说道：“对了，告诉你一声，小桂子压根换不了命。那老道士在骗你，他想要童男童女的元神作为炼丹的材料。小桂子的元神早已被他取走，没了元神，小桂子便再也不能轮回，将生生世世无法投胎。”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这个老骗子！三婆子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，扑到老道长身上，双手死死掐住他的脖颈。可，老道士虽遭受反噬，可尚余几分力气。二人在地上扭打起来，不知怎么滚到地窖入口处。我也轻弹手指，二人便滚落下去，直坠入浓浓火海。多年后，爷爷，前面有小猴，我要看猴戏。牙都没长齐的小娃娃趴在他爷爷背上，往前指着。村口，我带着几只胖猴子，正给乡亲们表演钻火圈。我爷坐在旁边石凳上，剥瓜子吃香蕉。
不时还窜上树摘几个新鲜毛桃，井水洗净，递给我吃。突然，他双眼圆睁，直直看向刚挤到前头来的小女娃，随后身子仿佛不受他控制，他伸出毛茸茸的猴子手臂指向小女娃，接着做出个抹脖子的动作。人群议论纷纷，不知是谁吓得大叫：“这是点命猴，被他指上，3日必死。”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